好，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NoSQL 资料储存常见的工具介绍与实作一 InfluxDB 的实作篇。好，在 InfluxDB 的实作篇里面的话，我们在之前简报里面的话，我们有提到 InfluxDB 的相关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以下的练习。那我们可以从头开始介绍如何安装 InfluxDB， 还有基本的配置。好，确保我们系统的话可以顺利的运行。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可以实际的去操作地下水的那个测量的数据、测试的数据汇入到 InfluxDB， 了解如何处理储存这个资料，然后呢，可以简单的去做这样一个资料的筛选排序，然后呢，逐步学习 InfluxDB 的基本语法。从简单的查询到逐步的学习如何在筛选跟查询部分，来掌握 InfluxDB 的话的这个数据查询的灵活性跟强大的功能。在开始安装 InfluxDB 之前，大家记得要先去简报中的连结下载我们8月即时的地下水数据的档案，然后还有上传水文数据的 Python 档。那这两个档案都有下载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InfluxDB 的安装跟操作。那再来我们就开始 InfluxDB 的安装，因为我们需要使用 Docker Compose 来安装 InfluxDB。那在安装之前，我们就先下载 Docker Compose。那输入以下指令。那安装完之后，我们再来就是要开启一个 YML 档。这里就是这个档案的话，有点像是 Docker Compose 的可以执行的档案，然后我们就是要写入一些安装 InfluxDB 的必要资讯。那我们就输入以下指令来开启这个档案。那我们开启新的档案之后，就可以输入以下的资讯。然后记得之后输入的有些就是一些资讯的话，要记得它的缩排位置相关的东西，才不会有错误。然后这一句 image 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要去安装 InfluxDB 的最新的影像档。那 container name 我们就直接叫 InfluxDB 就好了。然后 port 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要用8086这个 port 去做连线，所以就输入一下刚刚这一句。那这个的话就是它 Value 会储存的位置，然后最后要设置它的一些 InfluxDB 的环境设置。那这里的话就是要设置自己 InfluxDB 的使用名称，大家就任意取就可以了。那这边的话就是要设定自己的密码，然后至少要8码。那这边的话是要设定自己 org 的名称，然后最后就是设置自己 bucket 的名称。那就再检查一下，如果确认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按下 Ctrl+X 做储存。那下一步我们就要启动这一个档案，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 YML 档，我们就输入sudo docker compose up， 然后后面减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代表着在背景开启。然后这边的话有看到我们的档案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就回去找一下，根据它所提供的
提示来回去找一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他说第4行的部分有点问题，那一样再回去。因为我这边输错了，这边少一个 S， 那再把它储存，那再试一次。然后刚刚我在输入的过程中有一点问题，是因为我忘记去把这个最后的做缩排，然后它对格式的要求其实也有一点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像刚刚我这边没空格的话，它就没有读到这个 image 是一个项目，所以这边就会出错，所以大家在就是输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下，就有可能就看一下它的错误指令，然后去看一下到底自己是哪个地方有输入错误，这样子就是格式的问题蛮重要的，就是错误的话可能会没办法执行，就大家再多注意一下。那修正完之后就输入Docker Compose upd， 那就可以启动它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就是在启动各项相关的资讯。那看到它结束之后，就可以知道我们的 InfluxDB 已经启动完成。那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成功启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在输入指令去做找查，像是以下指令。这样就可以看到，就是记得前面要加速度指令才能去做找查。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我们刚刚已经开启的，就是 InfluxDB 的档案这样子。那前面 InfluxDB 的安装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会利用简报中所提供的 Python 档来汇入地下水测试数据。那我们在执行 Python 档之前，有一些前置作业必须要操作。那第一个就是要下载 Python 的相关档案，这样我们才能去执行这个 Python 档。那就先输入以下的指令。那再来安装好 Python 之后，我们就要安装一些就是我们有在 Python 档案里面使用到的套件。那这样子都安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启，就是用浏览器开启 InfluxDB 的网页。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我在开启网页的话，要找一下我们这一台虚拟机的 IP。那一样就是我们输入 Ctrl+Alt 加 T， 然后可以开启另外一个 terminal， 然后输入 ifconfig。那一样，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就记得把这个网络工具安装起来。那安装好之后，我们一样再输入一次，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 IP。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打开网页。然后输入以下的网址，然后记得这里的话要换成自己的 IP 哦，就是不要跟我打一样的，要自己去找一下你自己的 IP 是哪一个。然后后面就是加上到 port 号，然后还记得我们刚刚在设置的时候，我们是把它给8086这个 port， 然后如果你输入完之后按 Enter， 应该就可以找到 InfluxDB 的页面了。然后这边就是会要登录你的 username 跟 password 嘛，那就是按照我们最开始的设定，就是还记得我们在设定 YAML 档的时候，就是前面的 YAML 档有设定到我们的 username 跟 password， 然后就按照你所设定的输入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进到这个页面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网页去查询 InfluxDB 的 token。然后因为我们目前测试版本的 InfluxDB 一旦建立好新的 token 之后，就是没办法再要求显示一次，所以说你只要建立好，就是要把你的 token 直接记录下来。那我们就从这边，就是这个符号点进去之后，再点这个 API token， 然后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点选这个齿轮符号，然后按 Clone，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复制下来了。然后就是请记住，就是它不能再重新出现，所以一定要把这个 token 记好。那如果就是你真的忘记你先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 token 的话，那就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就好了。对，如果不小心真的忘记的话，大家可以开个记事本把它记起来，这样才不会忘记。那前置作业这样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执行汇入我们的地下水测试数据。那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要使用我们简报中提供的这个档案去做上传。那在上传这个资料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要先修改刚刚我们所拿到的资料。那首先第一个要修改的地方就是这边，其实这边应该是说，如果因为我们有提供2个档案嘛，那现在的话，我只先示范这个只有单一站点的档案。如果你之后想要测试有所有站点2020 8月的资料的话，那你就麻烦你把这边删掉，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上传了。这边是第一个可以改的地方。那再来第二个我们需要改的地方是我们的那个 URL 的部分，这边的话就要改成你刚刚找到的这一组 IP。那我们先进行修改，就是这个是要你可以连得到 InfluxDB 的 IP， 就是这大家可以看到的话，这是刚刚我们连 InfluxDB 的 URL。然后第三个是把你的 token 改掉，改成你刚刚复制的那个。那这边还有一个小地方，就是假如你的 bucket 不想取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话，就是你自己在取的时候要记得把它改掉，不然的话会有错误。然后你的 WARG 这边如果也是选择自己命名的话，这边也记得要改掉。那如果改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按下储存，那就可以回到 terminal 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找到就是我们这个 InfluxDB upload.py 的档案位置。那你可以先输入 ls， 可以先找我们档案是放在哪个位置。然后因为我是直接下载在 download， 所以你只要那个就是先进去那个资料夹里面就好了。那再输入一次，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资料是放在里面的。那你要执行这个 Python 档案的话，你就是要输入以下的字句，然后按 Enter 就会进行上传。然后这边的话，这边还有一个需要修改的点是这里，我们的就是档案预设位置的部分也要做个修改。这边的话就是麻烦大家就是一样先到这个就是你放资料夹的位置，然后按下这个，把这个的路径，把放置这个 InfluxDB upload 的档案路径复制下来，然后换到这边来。去做一个修正，因为之前档案就是有放root的话，就是可以直接用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是你把档案就是刚好直接下载在root的话，那就直接放在那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的档案位置是放在不同的地方的话，你可以根据你放的地方去修改这个路径，就大家要记得一下。那一样修改完之后按储存，那就可以看到它有上传到 InfluxDB 的。
那时间是显示0.5276秒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水文资料的汇入。那接下来部分，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查询刚刚我们汇入的地下水测试数据。那这个单元部分的话，会教大家如何从 Terminal 登录我们的 InfoxDB 去做查询。下一个小节才会教大家如何使用 InfoxDB 的 Web UI。那首先，我们就先进到 InfoxDB 所在的 Docker 容器当中。因为我指令打错，所以就再重新输入一次。这里是要进到 Docker 的那个创建 InfoxDB 的容器，这样子。我刚刚不小心打错了，所以我们就再重新输入一次。那接下来我们已经进到这个 container 之后，我们就输入 influx。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其实有蛮多指令可以进行使用的。然后我们先查询一下刚刚设置的 bucket 是否存在。那我们就输入以下指令。然后这边的话 ，token 后面就是要接我们刚刚就是有取得这个 token， 那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刚建立的 bucket， 所以我们的资料是有存在里面的。那在我们要就是介绍如何查询这些上传的指令嘛。那其实上传这些指令的话，你都可以针对不同的我们存进去的格式去做筛选。就是像是里面的话，就是有一个叫 filter 的标签，就是你可以去使用 filter 去筛选不同的标签，像是里面有包含 measurement 啊，或是 file 的，跟一些我们设置的站名名称，或者是那个姓名的，就是站点的名称，我们就可以，我们需要就是多一个筛选的标志的话，那我们就是多增加一个 filter 去做筛选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也可以根据时间啊，就是我们需要时间去做筛选，那这个大家都可以试看看。那接下来我就是一样会介绍以下的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指令来教大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filter 啊，要怎么下去做筛选，跟时间的部分我们要怎么让它去做控制。那一样是6个指令，然后这里有个小提醒，就是如果啊你是上传我现在提供的这个资料，就是只有单一站点的资料的话，其实还好。但是如果你是上传那个就是所有站点的资料的话，会建议就是你要用 filter 去做筛选单一站点，再去做查询，不然的话其实它会有很多搜寻，就是它会跳出非常多大量的搜寻资料。如果你是想要先测试小资料去做测试的话，就是可以把它的 filter 设得多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跳这么多资料，那也不会等待的这么久。然后还有，如果你上传那个就是 groundwater 20228.csv 这个档案的话，会很久也是正常的，因为那个站点是包含到非常非常多，所以它资料有点大。那如果你的电脑效能，就是你虚拟机贴的效能不够多的话，就会容易导致它跑很慢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稍微注意一下。那再来就是第一个指令，那我们就是不免俗，就是一样，我们要查询挖特表内所有的资料，那就是一样对 InfoxDB 去做就是 query 的请求。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输入以下指令。这一边的话，这个符号再加上 range， 然后里面就可以筛选我们的时间。那时间的话，这里你也可以筛选是一个特定时间，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长度是比较短的，所以说我就会选择让它筛选所有的时段。
那这个 star 0的意思就是它会筛选所有的查询所有范围的时间。那输入完之后就按 Enter 去做请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样，在输入指令请求的时候，可能也要小心一下，就是有没有空格这个部分，就是它会影响你的指令就是正确跟错误。那这个大家就是再注意一下。那一样，我们刚刚输入这个指令之后，就是可以发现它有把所有的资料都列出来，就是我们刚刚储存进去的资料都有列出来。那接下来是第二个指令，第二个指令我们就是要查询，就是 water value 大于0的所有资料。那在我们要筛选我们资料之前，就是我们要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储存资料的概念是怎样，大家都可以去就是先看一下我们是如何把资料存进去的。就是它在 InfoxDB 中，我们在前面有介绍过，它其实有不同的那个储存资料的 tag 跟 field， 就是我们就会储存在里面嘛。那最大格这个就是我们的 measurement， 就是我们的观测值，然后还有我们会把那个我们的 time step 也存进去，然后我们会有非常多的 tag， 然后最后那个数值我们会存在 field 里面，然后里面就存那个我们的水位的值。那这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资料储存的方式。那现在如果我们要找到去筛选出我们所有资料大于等于0的值嘛，那我们势必是要那个就是要找到这个 file 的去做筛选。那我们就可以在 terminal 当中去输入以下指令去做筛选。那一样是先填入你要找的 bucket。那这边的话，第一个也是先放入 range。那一样，我们筛选的时间就是所有的时间。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再多筛选一个条件。如果你之后要更多条件去做筛选的话，那你就是一直在后面就是加子线跟一个大于符号这样子。那这边就是刚刚我说的，你可以增加一个 filter。这样子的话，这句的意思就是筛选使所有时间时段，然后又再多一个条件，筛选这个 field water level 大于0的部分。然后这边这个部分我有打错，那这边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右边，这边就都是 water level 大于0的数值了。那再来就是我们要介绍指令3，查询 water value 最大一笔的资料。那这部分的话，因为跟上一个指令有点相像，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利用方向键上找到刚刚我们所输入的指令，然后去稍微做修改成新的就是筛选值。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一样嘛，这里就是先筛选我们要找的 bucket，然后再来是筛选时间，然后再来是就第一个 filter 就是要找 water value label， 那这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 value 大于等于0的值，所以我们就把后面这个地方删掉，然后再新增一个筛选值，我们再新增一个 filter，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再新增一个 top， 然后 N1 就可以筛选出我们所有 water level 里面最大的那个数值。那这边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最大国胜站中最大的数值就是这一个数字。那再来第四个指令就是我们也是可以计算 water value 的平均值，那就是一样输入以下指令。那这次的话，因为要输入，我们每次在计算 water value 的平均值的时候，其实都会就是都会排除掉有异常的值嘛，因为难免在储存的时候会遇到那些异常值。那如果你把异常值加进去做平均的话，那整个平均值其实会变得非常的就是不准确啊。
就会变得非常的奇怪，它的数值会非常的小，因为它设置的那个平均异常值是负非常多的数值。那一样我们要在那之前筛选掉。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回到我们之前有筛选大于等于0的那个指令，就是我们就可以回到这里。这里的话，大家还记得这边筛选的指令的话，就是筛选 value 大于等于0，然后是 water level 里面的值，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再加入一个筛选，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平均。那这边的话就可以计算出它的平均值就是这个数字。那再来第5个指令就是我们要查询异常值的值，就是我们所谓小于0的值，就是跟我们之前一样，我们之前都会去筛选它有问题的数值嘛，那这次也是。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上一个指令，那把这个min的部分筛掉，因为我们不要这个部分。然后这边的话，原本是要找大于0的值，那我们这边只要做个转换，找小于0的值，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要的异常值筛选出来了。然后这边如果你输入的时候发现，它怎么都没有跳出就是新的数值，就是怎么没有跳出任何的筛选值呢？那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存入的这个国胜1的站点是没有异常值的，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区段里面是没有任何异常值的，所以就也不会跳出就是它有问题的范围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多试几个站点来试试看。如果你们有存那个有包含各种不同站点的，那大家就可以去筛选看看有没有哪些站点是有异常值的这样子，然后就把它找出来。那最后一个也就是第6个指令，就是我们要找不重复的观测站的值。那这样子的话一样是可以回到上一个指令，然后这次的话我们要找这个条件，所以就把它删掉，然后再多新增一个条件。那这边的话，我们新增的条件就是要找出不同的就是站点名称是不一样的值。那一样做筛选。那说筛选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只有国胜这个站点而已，然后这是正常的。如果你使用就是使用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包含很多站点资料的话，就可以看到看到上面有不同的站点。那是因为我们就是在做示范的时候，就是先只有单一站点的资料，所以大家都还可以再去自己做测试看看。那其实大家除了进到这个 InfluxDB 的，就是在 Terminal 中进入 InfluxDB 做这个语法查询的话，其实也可以额外自己去写一个 Python 档，就是它写 Python 档的内容格式其实也会跟我们使用查询非常的相像，然后一样是在 Python 档中，就是可以先 import 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套件，然后一样是把它的那个档案跟就是你要连接的资料库都把它写清楚，它的 token 那些都写清楚。就是上半部的话，其实就是跟上传的差不多，只是在下半部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把这里原本是我们要上传资料的地方，就是改成下载的格式。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有使用 InfluxDB 的 client， 其实这边的话都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刚刚所练习的这些语句，都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写在 Python 档里面，然后再去执行这个 Python 档就好了。就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如果你不想要进到，就是先开虚拟机，就是要先进到那个 container Docker 的 container， 再进到 InfluxDB 里面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筛选跟操作啦。就是可以直接写一个 Python 档，然后再执行它也是 OK 的。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也会提供就是查询的 Python 档，就是给大家参考，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筛选的操作。那以上就是 InfluxDB 安装以及一些资料汇入以及指令查询的一些介绍，谢谢大家。